In Japan, the government just announced they will bring over 500,000 Indians to study here and also work in the IT industry. Why? Because Japan missed the IT wave. Economy is falling behind and the GDP is dropping. Meanwhile, China dominates IT. But Japan and China have a difficult political history. That's why Japan decided to rely on India for the future. Wow! But why India? Japan's average age is 49. In India is only 28. India even passed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Indian IT talent is respected worldwide. This could bring fresh skills and new energy to Japan. But the honest question is, can Japan stay Japan if 500,000 Indians move here and 世界上最讲卫生的人要和世界上最不讲卫生的人马上就要凑一块过日子的，这是网上最近比较火的话啊。诶，这话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以干净整洁甚至有点洁癖闻名于世的日本人，和咱们这个印象里啊那个在恒河里洗澡刷牙喝水同步进行的印度人，这俩画风截然不同的群体咋就要凑到一块呢？这背后啊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抢人大战，而这个战争的焦点啊就是印度人。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哦，这印度人啥时候这么吃香啊？我跟你说，那可真的是太吃香了。美国、加拿大早就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了，那现在呢，连日本和德国都急了啊，生怕下手晚了，连口汤都喝不上。咱们先说说日本啊，那是个什么地方？严谨手续，爱干净。你在这个日本街头啊，听说地上想找个烟头都难，可就是这么个国家。最近啊，被他们新上任的首相石破茂搞了个大新闻，直接让日本老百姓的锅炸了。就是今年8月底啊，石破茂跟印度总理莫迪两个人开了个会，会上相谈甚欢，然后石破茂就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咱们日本呀，未来5年要跟印度搞一个50万人的交流目标。诶，你听听啊，50万人呀，这可不是小数目。那交流就交流吧，搞搞文化活动也行。但是他紧接着说的话才是重磅炸弹。这50万人里啊，至少要有5万名是拥有专业技术的印度人才。这话说白了，就是要大规模的引进印度工程师、IT 精英和医护人员。为啥呀？图啥呢？原因很简单呀，日本没人了。不是说1亿多日本人凭空消失了啊，而是能干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新生儿更是少得可怜啊。他们的国家就像一个开了很多年的老牌公司，老师傅们一个个退休了，新来的实习生却没几个，这公司啊眼瞅着就要开不下去了。日本厚生劳动省就是管他们卫生和福利的部门啊，公开了个数据，吓人一跳。光是今年上半年啊，2025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只有33.9万，但是死亡人数啊却是83.7万。哎，你算算这笔账，半年的时间，人口竟减少了将近50万啊！再这么下去，工厂谁开工啊？软件谁编程啊？医院谁看病？日本经济产业省都急了呀，他们预测啊，再过5年，日本的劳动力缺口能达到600万人，光是程序员啊就差了将近80万。这下你明白了吧？日本政府啊这是没办法了，自己家里面揭不开锅了，只能从外面请壮劳力了。那为啥偏偏是印度人呢？因为印度和日本正好是反过来的，印度别的不多啊，就是人多，年轻人多，而且特别能生。更关键的是啊，印度搞 IT 的程序员那是出了名的又多又便宜，这不正好跟日本的需求对上了吗？一个缺人，一个有人，一拍即合。可是日本政府想的是挺美的啊，他们老百姓不干了呀。这消息一出来，日本的互联网上反对声那是一浪高过一浪，民众啊甚至都上街游行了，标语上写着强烈反对印度移民，那只会给日本带来苦难。网上评论更是难听，这是交流吗？这是入侵，谁来都行，就是不能是那个咖喱印度。日本人这反应为啥这么大呢？其实前段时间就闹过一回啊，因为当时传言说这个日本要大规模的引进非洲移民，日本网友的火气啊噌一下就上来了，把这个首相的官邸都给围了，大骂政府卖国。后来官方赶紧出来辟谣，说是个翻译错
错误，是个乌龙，这才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去。但是这回呢，引进印度人啊，那可是首相亲自拍板的呀，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日本民众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各种嘲讽的段子、图片满天飞啊！我看到一张特别搞笑的图啊，一个印度老哥穿着印有"我爱日本"的 T 恤，在大街上追着一个日本姑娘跑，把人家姑娘吓得是花容失色。虽然这个东京、大阪好多地方都在搞示威，但是说实话啊，这都是无用功啊，在大事面前，个人的情绪改变不了什么呀。日本这趟引进印度人的车啊是开定了。你要是觉得日本这5年5万人的计划已经很夸张了啊，那你再听听德国，那才叫一个疯狂啊！德国人宣布的计划是1年就要引进9万印度技术人才，1年就顶日本5年的量啊！他们还计划未来10年呢要引进100万人。我的天呐，100万啊！这等于是在德国境内凭空建起一个印度中等城市呀！那为了抢人，德国人也是花样百出啊！他们把这个目光瞄准了印度的留学生，觉得这些啊都是未来的高端人才。德国大使馆甚至亲自下场支招，鼓励印度学生直接跟德国大学申请，别走中介，省钱又省事儿。这姿态啊低的不能再低了呀！效果怎么样呢？立竿见影。以前印度人留学的首选是北美，像加拿大、美国。现在呢，德国硬生生的把加拿大给挤下去了，成了印度留学生的第一选择。现在有超过30%的印度留学生啊，都跑去了德国。你看看日本和德国啊，这2个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为了抢印度人啊，已经卷到了这种地步了。但是呢，就在他们这边喜迎印度人的时候，有几个国家啊，却在为当初开门迎进来的印度人啊叫苦不迭。咱们把这个视线转向北美，看看加拿大。加拿大啊，那可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旁边呢还挨着美国这个大款，小日子呢本来也过得挺滋润的。可是呢，自从他们给这个印度移民开了个大口子之后啊，画风就逐渐变得诡异起来。网上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啊，你听听。加拿大海滩沦为北美恒河，加拿大湖畔成了印度浴场。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啊！最近这些年，一到夏天就会出现奇特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印度移民把那里当成了自家的澡堂子，他们在这个水里面嬉戏游玩，这没问题啊。但是关键是他们的行为让当地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啊！在水里面搓泥洗头，水面上甚至飘着清洁泡沫。更觉得是还有人在水里或者沙滩上大小便，那方便完了就用这个沙子那么一盖，你去沙滩上散个步，一不小心就可能踩雷啊！那画面简直不敢想。你说一个人这么干，还能说是个人素质问题？但是根据加拿大新闻的报道，有些地方每天能看到上千人就这么在海边解决问题啊！最后逼得没办法了，安大略省的10几个海滩因为检测出大肠杆菌严重超标，只能直接关闭啊！还在这个岸上竖起了大牌子，上面用多种语言写着禁止再次排便。虽然不能说这100%都是印度移民干的，但在当地人看来，这个锅他们是背定了。那人一多呀，问题就多了。印度移民还特别喜欢拖家带口，而且爱抱团。很快呢，他们就在加拿大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社群。你现在要是走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的某些街区恍惚之间都以为自己是到了印度的新德里。他们把这个加拿大的土地当成了自己家，建起了他们民族崇拜的神像，搞大规模的祭拜活动。这还不算完个别极端的印度人甚至会上街示威，高喊我们才是加拿大的主人，你们这些白人才是入侵者。这话一出加拿大人彻底是傻眼了。我请你来我家做客，你吃我的住我的，最后反过来说这房子是你的，我是外人，这叫什么？这就叫反客为主啊！更让加拿大人担忧的是在他们的政坛上，印度裔的面孔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再这么发展下去加拿大的未来还真不好说。Canada is not Canada anymore. It's not the Canada that we once used to know. Because after 9 years where they punish your paycheck, punish you for success, and punish you for your hard work, Canada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nobody wants to live here anymore. But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around. We're going to give Canadians that hope. It's time for them to call a carbon tax election so we can give Canadians the hope and the leadership that they deserve that's going to axe the tax
build the homes, fix the budget, and stop the crime and bring home the Canadian dream again. 或许是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拿大政府最近开始踩刹车了。他们实施了近10年来最严格的签证制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有高达80%的印度学生签证申请都被加拿大给拒了。不光是加拿大美国那边呢，据说这个特朗普也收紧了 H1B 工作签证。那这个签证以前十有八九都是发给印度人的，现在申请费暴涨了66倍，高达10万美金。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印度人给挡在了门外。就连澳洲上个月也是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移民活动，矛头直指印度人。有澳洲人抱怨说过去10年搬到澳洲的欧洲移民加起来都没有1年来的印度移民多。你看这事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一边呢是日本、德国这样的急需劳动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大喊来吧宝贝儿，另一边呢是加拿大、美国、澳洲这些已经领教过的国家正拼命的往外推人，大喊求求了别再来了。那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5年10月1号，咱们国家呢正式实施了一个全新的签证类型，叫做 K 签证。为促进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中方决定在普通签证类别下增设青年科技人才签证，即 K 字签证。关于申办 K 字签证的具体事宜，请关注中国驻外使领馆。这个 K 签证是干嘛的呢？简单说就是为了吸引外国的青年才俊来咱们国家搞科技创新。这个 K 代表的就是科技的科，主要面向的是 STEM 领域的人才，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4大王牌专业。这个签证给的待遇非常的好，入境次数、有效期、停留期都是给足了方便，申请流程也简化了。最关键的一条是申请这个签证甚至不需要咱们国内有单位给你发邀请函，只要你自己的学历和科研经历够牛就能申请。这下子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说那些在美国和加拿大吃了闭门羹的印度科技人才会不会转头就盯上咱们的 K 签证，也来咱们这儿搞反客为主的那一套这个担心呢确实是很有道理，我也怕加拿大的悲剧发生在国内。但是呢，人民日报都说了曲解 K 签证只会误导公众，核心意思就是人才决定未来，中国要发展必须得吸引全球人才。我们也看了很多专业人士的分析，他们说其实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咱们这个 K 签证虽然是门开着，但是这个门槛那是相当的高它就像一个非常精准的过滤器。首先呢，它明确规定了必须是 STEM 领域的青年人才。人才这2个字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你必须提供顶尖大学的学历证明，或者是在国际知名科研机构的在职证明，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些想浑水摸鱼的，第一关他就过不去其次呢，还有个关键词儿青年，年龄呢限制在18到35岁，光是这2条呢就能把绝大部分的印度人给过滤掉了。能符合条件的估计也就是印度那几所顶尖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或者是一些真正搞科研的牛人。而这类顶尖人才其实说实话他们移民的首选呢往往还是欧美国家，中国他们压根就瞧不上。就算申请咱们的 K 签证，很多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那就算他们真的来了，咱们还有后手K 签证明确规定了你拿着这个签证不能直接在咱们这儿找工作上班，你就是来交流来考察的。如果你真想留下来工作，对不起请另外去申请 A 类或者是 B 类的工作许可，那又是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咱们回过头来看印度呢，以它庞大的人口基数，正在成为一股影响全球格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人口红利既是让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垂涎3尺的香饽饽，也是让加拿大、澳洲等国头疼不已的烫手山芋。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那用好了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用不好就可能带来各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冲突。那在这场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大潮中，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国家是饥不择食，有的国家是消化不良。那么屏幕前的您，对于这场全球抢人大战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咱们国家这种高门槛、高标准的人才引进策略是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真知灼见。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